Hello，各位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草木星空日记，我是沐晨。今天我们占星辩护人呢，要来辩护的主题呢，就是狮子座经常会被人家觉得很 drama、很浮夸哦，他们的表达呢，还有他们的某一些行为呢，都好像充满着戏剧色彩。然后很像在舞台上面演出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到底是在演戏，还是很真诚的在沟通？经常也会让人家看不清楚。好，我们今天呢，就是来针对那些抓马的行为呢，来好好的讨论。现场朋友大家好。那我们先来回想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行为呢，会让人觉得你这个人很浮夸、很戏剧化，甚至有点drama呢？比如说，有些人讲话呢，喜欢用比较极端的字眼，或者是极致的字眼，像是我快死了，或者是这辈子最扯。哦，你会发现有些人他的形容词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最，或者是此生见过怎样怎样第一名的什么什么的。哦，就是他会用最高级，或是会用比较极端的字眼。那这个通常就带有一点戏剧化的色彩。哦，又或者是有一些人是情绪反应呢，永远比别人大好几倍。哦，别人的喜怒哀乐的层级可能一般就是在普通的水位，但有一些人他的喜怒哀乐会伴随着比较夸张的语调啊，或者是动作，那就会让人家觉得哇，他的情绪反应非常的大。哦，开心的时候也笑得特别大声，或者是会拍打自己的腿。我觉得开心的时候拍打自己我还可以接受，但我看过那种开心的时候拍打别人的手的，我都觉得好痛。可是我身边真的有一些朋友非常开心的时候，他会狂捶旁边的人，或是会拍旁边的那个人的背。我就想说，哇，那个辛苦站在他旁边的那一位。我以前同学就是这样，所以就会觉得哇，让人家很感受到他的情绪是非常的激动的哦。这个也是偏浮夸的那一类型的。那还有就是难过的时候呢，就天崩地裂，就很像世界末日一样。就可能这件事情在大家看来或许是小事，或者是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可是在某一些人的感受上面他的感受是非常强烈的，所以他反映出来的这个情绪表达也是比较世界末日等级的。那这个也是让人家觉得好像有点drama。所以呢，我也想问问各位呢，下列哪一种浮夸的行为会让你忍不住想翻白眼？或者是你对这些行为你有什么感受呢？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哦。刚刚有讲3种嘛，那下列的这些浮夸行为，第一种呢是讲话喜欢用夸张的字眼。小事都要把它夸大化，好像世界末日一样。这个就是喜欢用夸张字眼的，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就是情绪反应过度戏剧化，音量很大，动作很大，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来了，就是一定要别人感受到这种。那第3种呢，就是他讲话的时候，他给承诺的时候，总是会画超级大的饼，讲得很像天花乱坠，可是呢，缺乏具体细节。那这也会让人家觉得有点浮夸，好像讲得很厉害。那具体执行呢？这3种浮夸的行为，有没有哪一种呢是你个人比较反感或抗拒，或者是经常默默翻白眼的呢？欢迎留言告诉我。那我分享我自己上面这3种行为呢，如果是我的话我想要忍不住翻白眼的，我可能是对于音量大这件事，如果硬要选一个的话，我可能音量大这件事情，因为我是一个很怕吵的人，就是声音的对我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所以只要有一点点声音，我就可能会分心。所以如果有人突然在我旁边，他很激动的笑、尖叫，或者是他突然看到一个什么讯息，很生气，然后大吼大叫，这个通常会吓到我，就是我可能比较不喜欢声音的干扰，不然其他我都觉得很正常。在我看来啦，因为身边还蛮多这样的朋友，所以我觉得大家有一些情绪或者是有一些情感的表达，会用比较激烈的字眼，这个我还好，对，我还 OK。那不知道你们觉得呢？你们对于这样子的行为有没有什么看法？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人呢，可能是会比较抗拒drama个性特质的行为。就是如果你的星盘里面有以下这些特征的话，那就代表你也是一个很抗拒 drama 行为、drama 特质的人，你不喜欢那么浮夸的表达。第一个呢，就是你的这个星盘里面呢，可能是土元素多的人。什么叫土元素多？就是你的星盘里面的土象星座比例蛮高的，比如说金牛座、处女座跟摩羯座。假如你的上升太阳、月亮其中有一个或甚至一个以上落在土象星座的话，哇，那你就是土元素多。那第二个呢，就是土星凸显者。什么叫土星凸显呢？就是你的这个土星呢，它合轴在你的这个4轴点，比如说上升下降，或者是天顶天底，或土星落在角宫，或者是你的土星呢跟你的个人行星有紧密相位，跟日月水金火有紧密相位的，这个就是你的土星能量是对你影响是大的。土星凸显的人，土元素多跟土星凸显的人呢，是不喜欢drama浮夸行为的，因为他们的这个他们喜欢比较务实的、比较精确落地的去做事情。他们的信仰是这个，他们认为做事情就是低调，好好的做事就好了，你为什么要那么夸张？所以在他看来，我们刚刚讲的那些行为，包含用极端的用字遣词，对他们来讲那个叫不精准。因为土元素多或土星凸显的人，精准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这个是一个做事情的根本。如果一件事情做得不精准的话，对他们而言是危险的，因为你会误判。所以讲话有多少就讲多少，你为什么要夸大化？你一定要用到什么最好、最好吃，此生必去，此生必吃。像这种的，对他们来讲都会觉得有点灌水的成分。因为在他们看来，有这么严重吗？有这么夸张吗？这个是他们觉得不喜欢这么 drama 的表达，也不喜欢这样的行为。因为1就是1，2就是2，所以呢，当他们看到有人会为了制造效果，把10分的事情呢夸大成100分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这样子是很不诚恳的，然后不牢靠的。因为在他们眼中啊，你浮夸就等于虚假，所以如果你讲话一直很频繁的用一些比较极端的用字遣词的话，那他们对于这样的人的讲话内心是会打折扣的，信用会打折扣的，他就会知道这个人他喜欢夸大，所以以后他讲什么我可能会默默打个5折，就会大概知道可能没那么好。那再来就是月亮跟土星呢，如果是有紧密的困难相位，比如说4分相，或者是对分相，月土4分或月土对分，这样的人也不喜欢浮夸 drama 的表达。
因为月亮代表是我们内在的安全感需求，但是土星它的能量是跟收缩、跟压抑、抑制有关。它也跟承担责任相关，所以月土困难相位的人，他们的内在情感呢，往往是偏比较内敛、收缩、克制的。他们认为这样子才是安全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他的情感这么的夸张的这么强烈、浓烈的表达出来，想要让所有的人都看到。这对月土相位的人来说是很危险的，他们觉得干嘛这样？不应该这样啊，情感应该要收在里面，自己慢慢消化就好。因为月土相位的人，他们习惯自己消化情绪，而且他觉得这是一种成熟跟自律的表现。反而你非常外放的去让大家看清楚你的喜怒哀乐，他认为这个不是个自律的表现。所以当他们面对那种毫无节制，把情绪过度外放，或者是甚至是很戏剧化的行为的时候，会让月土人觉得很不自在，甚至觉得这就是一个不自制的行为。这个是如果你星盘里面有这个月土困难相位的话，那这样的人呢，他也不喜欢这样子的抓马的特质。那再来就是，如果你的星盘里面呢，天蝎座能量很强，就是你有很多的天蝎座的行星，或者是你的上升太阳月亮其中一个有落在天蝎座的话，那代表你这个天蝎座的特质是蛮凸显的。那为什么天蝎座能量强烈的人也不喜欢 drama 呢？因为天蝎座啊，它代表的是一种深层、隐秘、隐私这样子的一个倾向，而且是很极度专注的一种情感驱力。所以天蝎座有强烈的情绪，但是他们的情感情绪是往内挖掘的，它是发生在他的内心深处的，所以他们的情感往往是藏很深。所以他看到怎么会有人把自己的情感就这么外显的凸显在外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样子是危险的。线上朋友 Very 说你就是土星凸显跟天蝎多多，所以你有这个抗拒drama的倾向但是呢Very 你也有射手多多射手多多也是drama候选人之一啊，我们等一下最后面会讲所以这又是你的一个平衡平衡系统同时又是月狮子所以平衡得很好你这个油门就是非常非常猛，但是安全带也非常紧如果呢线上朋友或听众朋友，你们有发现说，老师你讲的这个drama的特质跟不喜欢drama的特质我都有，那我是不是很矛盾？我们过去这个占星辩护人呢，都是会从这个控辩双方嘛，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每个星座它的刻板印象的特质。那我经常呢也面对听众朋友有这样子的疑问，或我的学生也会来问我说，我觉得我的星盘好矛盾为什么相反的特质一堆，好像有两种驱力？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矛盾其实就是你生命的安全系统我会这么形容，这是一个生命的平衡机制。每一个人的星盘里一定都找得到属于你个人你专属的平衡系统，它就是安全带它就是安全带。所以这样的矛盾冲突，你可能会觉得说，我这样不是很内耗吗？我这样不是很挣扎吗？尤其有一些对分相对分相的能量经常又是180度的对宫在拉扯。
的确，的确，很多人的星盘里面都有对分相或者是一些很矛盾的能量的冲突，但是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冲突跟碰撞，所以让我们有机会去换个视角看世界，我们内在就有这样子的广角镜头如果你是一台相机你会发现哇，对分相或者是这么不同的两股力量，你的视野其实是超广角。如果我在玩相机的，应该就很能理解我讲的那个感觉就是视野其实是更广的，因为你两种观点、两种能量，你经常都能感受到，只是你常常在这两个端点内跳来跳去，来来回回。所以有同学说，那这样不是很内耗吗？好，那我认为内耗不见得是一个不好的事情虽然内耗让人觉得累但是你没有看过，如果有一台车它没有安全系统，它没有刹车，它可能很不内耗，但是它可能很失控，它整个生命可能会处于一个能量过度极端跟失控的状态。只是因为觉得自己内耗的人没有过那样的人生，所以就会觉得是不是内耗不好，是不是应该拿掉这些权衡、衡量、纠结但是你真的拿掉了，有你看不到的代价。之前有学生跟我说，老师，我觉得我看我的家人谁谁谁我觉得他的个性很果断，我很喜欢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内耗，我好羡慕。但是我就跟他说，你怎么知道他不内耗呢？他在纠结挣扎的时候，或许你没看到而已所以其实我们不要太担心自己是不是过度消耗自己就是如果你能够理解你自己，我认为真正过度消耗你自己的，不是你同时具有两种矛盾的特质，真正过度消耗自己的是你不够了解你自己。不够了解自己的人才会经常把能量耗损在我们要做的决定跟自己的本性如果没有对齐的话，那个才是最耗神、耗费心神、耗费心力的时候。对我而言这是我个人的看法真正内耗自己的是你不够了解你自己，不够了解自己，所以我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会很难放下根本不适合自己的选择。不够了解自己的人，在面对选择的时候，难以放下不适合自己的选择，这是很常见的内耗的原因。所以不是星盘上面有这个对分相或者是有四分相的人就是不好的那当然你会经常面对有拉扯这是肯定的，这肯定的。但是这个拉扯、矛盾、犹豫、权衡我到底是要这样还是要那样我一方面又很想要就是浓烈的表达我自己，一方面我又觉得不要这么抓嘛我有两个小声音一下子这样子，一下我又对自己讲这样子，你可能会觉得你自己很分裂但是换个角度想，在你做决定之前，你两方面都考量到了，这是好事啊，这代表你周全你看别人做事情很果断，好像他这个挣扎的时间比你短人都是比较出来的啦。
什么果断啊、犹豫不决啊，这种所有的形容词呢，都是比较出来的。你去看你跟谁比嘛。你跟一个犹豫时间比你长的人相比，你果断多了；你跟一个犹豫时间比你短的人相比，你显得犹豫不决，他比较果断。所以我觉得内在有不同的能量在碰撞，挺好的呀。代表你想的东西很全面。那再来就是呢，你比较容易去看到两个端点的想法，你比较容易去理解两方的这个立场，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思虑比较周延，想的比较多。那想的比较多跟真的要去做一个决定，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经常卡在做决定的这件事情上面，会卡住你的就两个原因啊。一个，你没有办法跟真正的自己对齐合一。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愿意去承担代价跟后果的时候，就会难以下决定。就是如果我们抗拒去承担每个选择后面的代价跟后果的话，那做决定就显得更困难了，因为每一个选择都有代价要付。所以其实不用担心你有这样矛盾冲突的特质在星盘上，对我来说这是好事。因为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你的能量可能会往某一个端点，就像没有刹车的车一样啊，只有油门一路冲，那也不见得是好事。那个反而也有另外一种风险在。好，所以刚刚说到就是抗拒抓马的星盘特色就是以上这4点。所以如果你周遭的亲朋好友或你的伴侣、你的家人，他的星盘特征就有这样的特色，或者是你的同事、你的主管，你每天相处的人他就有这样的星盘特色，那你又是一个比较有这个抓马，或是比较有浮夸倾向的人的话，那就要理解你跟他们之间的差异在哪里。这个不是谁对谁错，或谁好不好，谁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差异而已。那了解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抓马的原因各自有各自的原因。但倒也不是说今天我们要叫狮子座怎么样都要低调都要就是从今以后躲起来这不是这样子。狮子座的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有浓烈情绪的行为作风，也有人喜欢，其实是也有人喜欢的。等一下我们来看潜在抓马者，他们也一定也很喜欢因为跟你是同性质的。但是也有人不喜欢所以我们现在是讲的是这个抗拒抓马的人，这个都不代表全部就是部分的人是抗拒抓马的。好，那我们站在这个辩方立场我们要来探讨，今天主角是狮子座所以我们要来探讨，那狮子座的能量会被认为他们很浮夸、很抓马、很戏剧化，那背后这个动力是什么？我不知道线上的朋友或是我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狮子座的能量的人你们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你们知道自己很抓马吗？我想先问你们知道吗？你们对自己很抓马这件事情是有自知之明的吗？我猜狮子座的朋友应该多少都有一点感受到不一定是觉得自己浮夸，但至少知道自己是热情的吧。
至少有自信哦，就是有把握知道自己是很热情的哦，就是跟身边的朋友啊、亲朋好友相比，你应该要感受到自己的 drama 热情在哈。Very 说有信心自己很 drama，好，那我就放心了。因为这个 Very 同学是月狮子哈，那我也自首本人水星狮子，我知道啊，我知道我自己讲话很浮夸、很戏剧化，我就是那个非常喜欢用极端词语表达的人啊。我知道，所以但我也知道哪些星盘的朋友他可能不喜欢这样哈，那没关系，我就是知道我自己跟他的差距，这样子。好，所以为什么狮子座总是要用这么夸张的言语或者是口气或者是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呢？好，我们回到狮子座，狮子座是什么元素来着？火啊，火元素，而且它是固定的火，固定星座固定模式的火，所以前几次的直播我们有说到狮子座，我经常会用露营的萤火去形容嘛，熊熊的这个萤火，大家一起来围炉，就是自己燃烧，自顾自的美丽，然后发光发热，让旁边的人怎么样 happy 开心。所以有狮子座能量的人在呢，这场子一定是冷不下来的他们自带这样子的一个光芒他们会散播欢乐，散播爱。这个是狮子座的能量。那这个跟浮夸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因为狮子座它是要固定的产生这个熊熊的烈火，那这个烈火呢，它是可以凝聚人群的，它必须要凝聚人群，它才有办法去散播欢乐、散播爱啊！没有人群，它要散播给谁？虽然他自己也是很欢乐的，但是人群越多，他火烧越旺。所以说，狮子座能量的人会人来疯，一点也不错。他们真的就是人来疯的倾向，因为大家的注视跟大家的目光就是他的观众，观众越多，他的表演就会越投入，就表演的越起劲。所以这是一种生命力的无意识的扩张啊！为什么？对他们来说，可能一件事情平凡无奇，一件事情可能很小，但是被他们描述的好像这件事情有高潮起伏，然后史诗般的澎湃，明明就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是他们的转述下，精彩程度加倍。因为火的本质就是向外辐射、燃烧、扩张，所以当他们在经历某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内在感受到的就是火元素的那种100%的热度。他们对于这个事件的经验跟体验是非常投入其中的。所以在他转述出来，我刚刚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刚刚去巷口的便利商店买茶叶蛋的时候，你知道吗？有多夸张，超扯的！我遇到一个长得超像权志龙的人，他们就会伴随着这样的语气，然后去讲一个好像他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一样，没有，他只是遇到一个长得超像权志龙的人，不是真的遇到权志龙。如果真的遇到权志龙，大家可以想象狮子座刚刚的反应会是怎么样？他可能会一路尖叫回来，他整个人是没有办法冷静下来的。我，你知道我刚刚遇到谁吗？我遇到巨爹啊，然后开始尖叫。对不起我只有一个水星狮子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完整的表达，但是我已经可以想象，如果哪一天我在我们家的便利商店遇到权志龙的话，我
真的会起笑，原地疯掉，会起笑的那一种，原地发疯。所以这个感觉是他们把他们内心经历过的那一种很澎湃、很激烈的情感，他一定要找一个文字或是找一个语词来形容，他就一定要用最高等级的啊。所以他们都会用比较极端、比较激烈的形容词去传达他内心感受到的澎湃。不管那个澎湃是喜怒哀乐还是惊讶、惊喜都好，因为他觉得我要告诉你，我内在满满的就是这个100%的经验、100%的感受。那一定要用最高等级的字眼才能够传达我100%的感受。大家有没有开始看到我的浮夸？本人水星狮子，就是完全就是知道自己的drama。所以对于某一些人来说，某一些特质的人来说，他会觉得这么浮夸，就是有8分就讲8分，为什么要把8分讲到12分、20分？他可能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形容？有这么夸张吗？可是站在狮子座能量，不管你是什么行星在狮子，如果你是狮子座能量强的人，站在狮子座的角度，我不觉得我在说谎，我不觉得我我加油添醋，我们没有觉得我们在欺骗人，在碰轰，因为在狮子座的角度，我真实的感受就是这么强烈，我想要如实的去表达我内在这么强烈的体验，我只能够从比较极端的字眼、极端的词，比如说最怎么样、超怎么样、要死了、好吃死了、难看死了，我都会用一个非常极致的词语来形容我内心真实就是这么剧烈的一个体验。所以在狮子座的角度，他很诚实，他们觉得我就是如实的想要告诉你，这个不夸张，超好用，此生用过最好用，因为我真的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目前用过最好用，没有之一。我们就会用这样子的表达方式去表达我真的这么觉得。但是在某些人看来，他会觉得你太夸张了，一定没那么好用，他会觉得你一定灌水，什么此生最好用，太夸张。可是在狮子座的角度，我很诚实，我如实的描述我心里真实的感受，所以他们夸张的用词只是为了要如实翻译我们内在那种很澎湃、很沸腾的生命力跟生命经验。Very 说，如果你遇到偶像，你可以讲好多年，对不对？如果你遇到偶像，你当下的那个激动，你一定是整个可能也会很浮夸，也会很 drama 吧。尤其是你跟朋友讲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线上月亮狮子的朋友见证一下。而且你还不止月亮狮子，你还有射手星群。加成。好，那再来呢，狮子座为什么会有这个 drama queen、drama king 的这个封号呢？因为他们内在底层还是会有一个怕被忽视，怕被忽略，渴望被深刻理解的这个需求还是有的。因为火要固定燃烧，要熊熊燃烧，是需要添加柴火的呀。
你没有看过萤火独自在角落烧吗？那一下子就灭了啊。所以狮子座会想要维持这个热度，想要维持关注度。我们前2场的直播也有讲到，狮子座是非常努力的，他们其实是很喜欢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实力，那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的。他是一个喜欢用实力去征服别人的所以当他们非常努力的时候，就希望观众要坐满啊。我为了这一场演出我付出了努力然后我也很辛苦，那我就希望座无虚席嘛，我不希望没有人理我所以他们有这种很渴望被深刻理解的需求。所以为什么有一些狮子座他们的情绪反应很大就是你会觉得他的声音很大，或是他的动作很大，或是他整个表情很夸张比如说他听到了某件事情，他就会真的吗整个五官整个表情好像有 camera 对着他一样但其实不是，那就是他内在这种澎湃的情感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他也不是要演给谁看，可能根本也没人，就你跟他，但是他们就会我觉得我遇过真的狮子座的朋友，不管日狮、月狮、上升狮子，他们的这个反应真的是天生的就是我都觉得我很喜欢看他们的脸，因为我觉得很像漫画，很像卡通，就是哇，这个表情是好生动很可爱很可爱。然后皱眉头的时候你就觉得哇，他好有戏他的五官好有戏但是因为他们就是把内在的情感直接传达出来。但是呢，虽然呢这个固定火象的能量很强大但刚刚有说他们很害怕自己的感受不被当一回事，所以我每次听这个狮子座的朋友在转述事情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看他们的表情他们难过的时候，他们生气的时候都很有感，都让我很有感就是我都觉得他们是自带这种戏剧能量在的。Very 说你有发现你在不熟的朋友面前你讲话很谨慎，对不对？好，如果你在不熟的朋友面前，你就是那个上升水瓶啦。好，我们线上朋友是上升水瓶，月亮狮子。但是对着好朋友，你就是那种被好朋友劝说要小声一点所以你也发现你有很大的差别，对不对？就是真的认识你的朋友，你的这个月狮子就出来了在安全的这个环境下。我遇过一个上升双鱼、月亮狮子的好朋友，他也是这样他平常就是在比较不熟的，就是公众的社交场合上面，他也是比较这个彬彬有礼然后讲话也是中等一般音量。可是如果只有我们两个就我们两个好姐妹两个萧伯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好吵他声音好大声，然后那个他的肢体动作也很像漫画这也是很像漫画，就是牧尘你知道吗我跟你说，然后整个那个肢体语言我就觉得好可爱好像漫画人物但因为我那个好朋友他月亮狮子，我月牡羊嘛，所以我们两个月亮火象在一起，我们两个就很爱演来演去所以我已经非常习惯了，就是狮子座激动的时候，我就整个把它当成漫画在看，当成动画卡通在看，我就觉得好像卡通人物很可爱
所以其实你去看他们的，你说浮夸好了，可是你如果真的认识狮子座，我多半是觉得很可爱啦，因为身边很多狮子座的好朋友，我就觉得哇，这个五官怎么可以这么的有张力？我真的是很有张力，看舞台剧的感觉。对 Hera 说身临其境，对不对？哦，Very 说你的表情吃到美食的时候可以拍美食节目，所以真的去理解狮子座的能量，也可以看到他们可爱的地方。好，那刚刚有说就是为什么有些狮子座在表达自己情绪像我那个可爱的月狮子的好姐妹，她的肢体语言也会很像那个哆啦 A 梦里面的人物，就是太好笑了。但是因为他们是很希望身边的人呢能够感受得到他们此刻的心情，所以他们会用尽一切方法去表达自己。声音、表情、肢体语言、用字遣词，他们这个浓烈、澎湃的情绪很怕被忽略，所以我那个朋友经常跟我说：“牧尘，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我有多感动。我跟你说，那个影片超好看的，我们哭完了5包卫生纸。”之类的就是很感动，你知道吗？然后他的那个我不会学，但是他的脸部表情真的太好笑了然后我就会说我有感觉到真的很感动或者是他很生气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他的暴怒他很开心的时候，我就可以感觉到他真的很快乐就是这个感染力也经常逗得身边的人都能够被他的情感渲染渲染欢乐喜悦、感动、伤心都是但是狮子座一般来说啦，比较少让人家看到伤心的那一面因为他们的这个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也是散播欢乐、散播爱的这样的倾向啦。好，那再来呢，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是活在愿景里的真诚分享为什么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好像在画一个大饼，就是话说得很漂亮可是真的可行吗？你的执行细节在哪里就会让有一些人起疑，开始质疑你讲的愿景，你画的大饼画得很大，真的假的啊？就是你真的会做到吗？但是因为火象星座呢，他们是属于这个活在直觉跟愿景里面的其实火象星座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当他们呢给出一个超级华丽的承诺的时候，在那个当下，狮子座是真的认为自己可以把天上的星星月亮摘下来给你的，他当下是真的觉得自己做得到的，所以他可能会开口说出一个让人家有一点半信半疑的承诺，但是他当下是认为自己一定能做到，而且一定要做到那个不是刻意的碰轰或者是欺骗那个是他们很渴望把那种他想象中的美好，如果我能做到，如果我可以把这个美好分给大家的话，他已经活在那个愿景里了，所以他整个人的呈现再加上我们刚刚说狮子座内心的这种澎湃的情感他们都觉得要如实表达，让身边的人知道。那经常也可能会被人家错认说你在碰轰碰轰就是夸大不实经常就会让人家质疑这件事情。但对狮子座来讲，他真的想要毫无保留的把他看到的理想跟你分享，然后他觉得他能做到。火象都这样火象都会觉得我可以，
就是火象在出发之前就觉得我可以了。那事实上在这个路上会遇到什么挫折，遇到再说，关关难过关关过。那最后能够走不走得到终点哦？如果以火象3个星座来讲，狮子座算是走到终点几率最高的。这个牡羊座大概走1/3，然后就可能那个火就熄掉了。射手座就走到一半，然后转弯不知道去哪里了。狮子座就会是走比较直线，走到终点的那个几率可能性高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浮夸，drama king drama queen。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YouTube，我会看一些 YouTuber 拍影片。我自己就非常喜欢看 Hook，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个100万网红Hook 的影片，他就狮子座的呀。我很喜欢看他的影片。那他影片有一个特色，Hook 的特色呢，就是讲话就非常浮夸，他讲话就非常的戏剧化，而且他很厉害的就是他讲话很吵。那个很吵不是指大声，不是，是他的话语里面，他的每一句话里面的情感都非常的浓烈，然后他又很擅长用一些很夸张的形容词去描述，又用一些非常有趣很幽默的形容词或是比喻的说法，他的类比的说法，我觉得这是他天生的，他的这个幽默感真的就是天生的。然后介绍一个飞机餐，或是介绍一个很普通的这个饭店开箱，都会讲得很有趣。可是你要把这样的一件小事讲得很有趣，讲得很有情绪起伏，让大家觉得哇，你真的觉得多好吃，或是哇，你真的觉得这个不行就是要怎么样讲才不会让大家觉得千篇一律因为毕竟那个旅游型的 YouTuber 也不是只有 Hook 一个人，那介绍飞机餐也不是他一个人，可是他的影片永远让大家不会觉得腻，就会觉得好有趣就会想听他讲下去。其实他就非常非常善用狮子座的这个抓马特质，他把狮子座的抓马浮夸的特质用得非常好。但因为我前阵子看那个黄大千他们在西班牙的时候有侧拍还有一集是他跟黄大千，就是他找这个私家侦探啊，就是去跟踪黄大千，反正就是有侧面拍到Hook是侧拍的角度黄大千也有侧拍过Hook自己在录那个行万里路的这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如果是在现实生活中，你看到Hook一个人拿着那个摄影机，然后在那边很浓烈很激动的在那边讲，是真的有一点突兀。如果是在现实生活中这样子讲是有点突兀，可是你在Hook的影片里面，你把它放到 YouTube， 把它当一个旅游节目在看，一点都不突兀。观众就是需要这样子，就喜欢这样子。所以狮子座的这样子的一个激烈情感澎湃情感表达法手舞足蹈，Hook讲话手势也非常的多肢体语言表情声音用字遣词腔调我真的太喜欢看他的影片了。他那个就是一个把狮子座的 drama 用到极致，恰到好处，就刚好就适合他在这一个部分去展现，所以他的影片都有很好的流量啊。这个是流量王嘛就Hook去做这个 YouTuber 真的是做对了狮子座能量的人都非常适合站上某一种舞台，能够让他展现自己的个人风格的
的舞台或任何的舞台都很适合他们，因为观众要看的绝对不是平平无奇的比较能够吸引观众、讨好观众的，就是你要很精彩、要有趣嘛。大家来看戏也好看秀也好，大家就是图一个娱乐嘛，娱乐效果嘛，大家要开开心心嘛，来找欢乐的呀。所以有狮子座能量的人，你们天生就有散播欢乐这样的天赋跟特质。有人说有遇到太阳狮子讲话是让人家觉得被羞辱，觉得别人都欠他。有一些狮子座的人不自觉的会让人家觉得骄傲自大我们上一集的这个直播有讲到骄傲的特质。当然这个能量如果过度，能量只要过度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那这种自信过度就变成骄傲自大。那自信过度变骄傲自大，就会让身边的人觉得，你是不是太高高在上了？你觉得我们都不如你？有可能会造成别人这样子的一个观感。所以每一个星座能量呢，就是一体两面。只是说我们今天站在一个比较中性，假设这个能量，我们就用中性的角度去看待它。这个浮夸的背后，其实它这个戏剧效果在某一个状况下，表现得很好，就像 Hook 一样，就是让观众也看得很开心，然后也觉得就喜欢听他讲话。因为我看其他的这个旅游 YouTuber 的频道，有一些讲话真的是太平铺直述的，这可能就我自己就会看不下去。我觉得要真的在舞台前面，要做幕前的工作的人，如果你有狮子座的能量的话，挺加分的。这个就很加分。那当然这个能量过度的话，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能量过度了，那可能就会造成别人对你的信用打折。但是如果是做娱乐表演类的工作，刚好这个情感的渲染力就是一个加分项。所以还是要看这个能力，这个特质是用在哪里。那我刚刚说我是这个水星狮子嘛，我也算是有一个沾到边的狮子就是水星狮子。我小时候呢，就是在学生时期的时候，经常被派上台去参加演讲比赛。不过我参加的是闽南语演讲比赛。那小时候就不懂嘛，就老师叫你去你就去嘛。反正班上就要指派一个人。那老师可能会觉得我口条不错，所以就派我去比赛。那殊不知呢，就是怎么比，就是那个时候我就刚好就是拿了这个全校第1名，然后拿了全校第1名就会要被往这个全县市就全市去竞争，然后又拿了全市第1名，然后就这样一直被推着去比赛。可是坦白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拿第1名，因为我觉得大家的这个闽南语其实能派出来比的都很厉害，小时候并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只要因为以前去参加这个演讲比赛，对我来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不要忘词，因为忘词太丢脸了。我觉得那个丢脸的感觉真的是不如杀了我好了。就我觉得忘词是我最害怕的，我只要不忘词，对我来说这个工作我就是完成了。我就是有没有得名那已经不是我能决定的。但是如果忘词了，我的压力就会很大，因为大家一定会觉得我没有背熟。虽然我已经背了很久很久，但是现在回想，我会觉得，有可能是这个水星狮子替我加分了。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的对手也都很强，就是大家的这个闽南语的能力，然后他们也讲得很顺，也没有忘词，但很可能就是情绪渲染力。可是这个东西我自己是不容易发现的，是后来跟身边的朋友相比之下，我发现好像不是每一个人在讲话的时候都会像我这样子，就是我也很喜欢有一堆手势，然后情绪渲染力也是很满的，好像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所以我后来就渐渐懂了，可能那个时候被推出去参加演讲比赛的时候，就是这个水星狮子替我默默的加了几分吧。我就觉得好像把这个能量放在需要上台演出、演说、演讲，或者是像我现在在跟大家直播，可能这个能量发挥在这里是非常好的。好，但是也是要去区分一下啦，因为我们也很清楚知道，这个能量一旦过度的话，在信用上面也会让人家打折扣嘛，所以我们还是要看事情。我后来就渐渐学会了，就是有哪些事情是需要真的如实以告，或者是需要比较保守去表达的时候，我就会有意识的提醒自己，这件事情的转达保守一点好。可是如果是在讲我自己的事情，就是我就是要如实表达我自己，那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很好，我就会非常极力的让大家知道，我觉得它很好。我后来的学习就是我慢慢去区分跟我自己有关的事情，我爱怎么讲就怎么讲，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是讲别人的事情或是工作上的事情需要比较保守评估的，那我就会知道说那我讲话要偏保守一点我下的判断，我的转述要偏保守一点这个是后来我自己的调试。好，那什么样的这个星盘特色，除了狮子座之外，还有哪些人什么样的星盘特色也可能会有这种drama浮夸这样的特质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类的人，他是属于这个感受放大型的人赶快检查一下你们的星盘。感受放大型的人呢，就是如果你的星盘里你的木星跟你的个人行星日月水金火有紧密的相位，有没有检查一下木星跟个人行星日月水金火紧密相位的人，这个就是感受放大型的特征。你的感受跟表达都会被扩张放大因为木星代表扩张的能量它跟丰盛、丰满、丰沛有关，它也跟夸饰、夸张有关。所以当木星如果比如说它跟你的月亮产生了紧密的相位，那当事人的这个情绪跟感受就会被放大开心的时候狂喜，难过的时候悲愤很容易给人家情绪浮夸的感觉。那如果你的木星是跟水星产生紧密相位的话，那扩张的能量会影响到水星负责沟通的这个领域，所以讲话会不自觉的用极端的词汇，描述事情的时候也喜欢自己添加一些情节让这件事情更精彩大家在聆听上面会更有感觉，那就会成为别人眼中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代表如果是水木相位的话。好，那第二种呢，就是过度渲染，就理想过度渲染类型的，就是你的星盘里面如果有射手座多就是射手座能量比较强烈的人那这样子的人呢，就是你通常会去过度渲染你的理想。那过度渲染理想，比方说
你们会对于自己未来的计划，或者是你想要做的事情，你会过度的乐观。这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我一定达得到，我一定能够做到，我可以成功。所以在还没有做到之前，你就会非常的想要跟别人分享。我跟你说，我有一个很棒的 idea， 我未来呢，我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你不觉得这样很棒吗？我跟你说，这个呢，人类最后一定是会往这个方向走的，这个社会一定会往这边走。你会带着非常澎湃的热情去跟大家分享你的理想，而且你们会非常的笃定，这一定是做得到的。那其实这本身啊，热情的去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理念、信仰、愿景，这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说，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他会比较严谨的去聆听，那你要怎么做？当问起这个射手多多的这个星盘的盘主，问到那具体来说，所以你接下来，那你打算怎么做？你会发现，他们还没有想到，他们可能暂时还没有想到要怎么做，他们只是告诉你很确定方向在那里。可是如果你没有搭配这个做法，实际可执行的做法，那对于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抗拒抓马者特质的人，他就会觉得那你就只是在做白日梦，或是你只是在空口说白话而已。这个也对他们来讲，这也是他们会认为是偏浮夸的那一个类型。所以分享自己的热情的梦想，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啊。你如果是跟这个火元素多多的朋友分享的话，那你一定就是会获得非常多的加油啊，好啊，这个方向很棒你会获得满满的这个支持大家就会觉得好那就这么做啊，兄弟太棒了你的这个梦想我也觉得一定会成功。可是如果你是跟我们刚刚说的土元素多多或者是土星凸显的人他们可能就会先问你，那你具体的计划是什么？所以还是要看每一个人看待这样子的特质的人感受不同，角度不同。Very 说，很多时候你真的像已经做完了一样，对不对？我们 Very 就是这个射手多多的朋友。好，那第三种类型呢，也会让人家觉得很浮夸的类型是用力过猛型。用力过猛型呢，是这个金星跟木星如果有困难的紧密相位的话，比如说金木四分或金木对分然后有很紧密，为什么这一类型的人也是浮夸的这个潜在者呢？因为金星呢，代表的就是跟我们社交相关的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散发出来的引力场。那木星跟扩张有关，所以当这两颗行星产生连结，特别是困难相位的话，那代表盘主在人际关系当中或者是在他的亲密关系当中，很容易出现不小心用力过猛的情况。因为这个困难相位的这个摩擦力跟这个碰撞的力道呢不好控制，那所以就会有用力过猛。那用力过猛会反映在哪里？比如说他们可能会送过于昂贵的礼物给对方，或者是安排极度奢华的约会，或者是对刚认识的人就表现出过度热络的情感，这个就是用力过猛了。那他们会这样子做是为了要营造美好就是和谐的氛围给对方啦，但是不自觉的过度付出，就是他们一样内心是很澎湃的他会觉得我很在乎这段关系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只要他认为这段关系是他很重要的，就算这段关系才刚形成，就是他才刚认识这个朋友不久，但是一见如故就是
刚认识1个礼拜的朋友，但聊得来，一见如故，他很开心，大手笔送对方1台车子。哇，这样的朋友，拜托告诉我哪里找？但是我突然觉得，哇，快告诉我，赶快看一下我身边有没有金木相位困难的朋友。可是你要想啊，一般人如果跟你认识1个礼拜就送你车子，比如说某一位大姐就把我当很要好的妹妹一样，大手笔一挥送我1台车子，我其实压力很大，我真的是一般人会觉得天哪，会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想哦，但是我会觉得真的是压力很大也会觉得这个真的很抓马就是这样的行为很抓马当然我的举例也是比较抓马一点，但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有时候送礼也是一门艺术，你知道吗？就是不是你想要对对方好，对方就受得了的。金木4分你是很宽松的啦 ，very 你是很宽松的16度。但是我要回应你就我们线上的这个朋友他说他金木4分。我们线上的朋友呢，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这个线下聚会，我觉得我们实际上有看到这个 Very 同学，你是送我们每人一个，你送我们很多礼物你送我们鹦鹉螺的公仔，然后还有这个扭蛋，然后还有那个书签，就是自己印出来的超多张的行星书签，鹦鹉螺。你看我都有放着，这个就是来自金木4分，虽然他说他是很宽松的金木4分的同学这是超级大方，这个真的是超级大手笔，还好16度如果太紧密的话就可能那个大礼可能这个我消受不了啊那已经感受到了吧？你看，这已经感受到这个力道虽然16度不至于过猛，但也蛮猛的。就是我们会感受到你真的是很慷慨大方这样的能量但是重点不是在于那个礼物啦，重点在于他们就是热情，刚刚有说嘛，金木4分的人，他就觉得一见如故啊，我喜欢这个朋友啊所以他们有时候会不自觉的他们这个慷慨的付出那也会对某些人来说就会吓一跳某些人可能觉得哎呀很好很好，但有一些人会觉得就是会有点吓到这样子。好，那所以呢，听完今天的占星辩护人最后就是给这个控辩双方一些想法，一些建议啦。如果呢你就是狮子能量的这种 drama king、drama queen 的话呢，那我个人是觉得蛮可爱的因为我身边的这个朋友，我蛮喜欢看他们很drama跟我分享一些事情的。因为我感受到的是那个生命的热力跟情绪的渲染力我自己也喜欢看这样子的创作者在拍影片像 Hook 我就很喜欢看他的影片。那我觉得这是你非常迷人的特质只是说有时候呢你想要跟别人有很深刻的连结，你可以放松一点，不是说都要你就都不要这么样的激动的表达你自己，只是告诉你说其实你放轻松，我们也可以跟你产生深刻的连结。因为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我的狮子座的朋友们呢太用力了，他们自己会把自己绷得很紧，所以尽管你只是轻轻的
说出你的难过啊，或你的喜悦，但是真正爱你在乎你的人一样能听见。我的意思是说，不要把自己绷太紧了，不是不可以用力，只是怕你一直用力忘了放松而已。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安静下来一样很有力量，不要害怕你安静下来大家就忽略你。真正爱你的人，你哪怕在那边轻轻的淡淡的讲一句话，安安静静的，你都闪烁着光芒。因为爱你的人永远就是把你放心上。那如果你是抗拒这样子行为的人的话，你就真的就是不喜欢，那也没有问题，很 OK 的。每一个人的这个频率不同，没有问题的，我们就是互相理解嘛。那如果你不喜欢这种很浮夸，你觉得很假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人，下次当你遇到对方又开始用这种很夸张的字眼，或者是很戏剧化的情感表达的时候呢，那也请试着理解，也许他们并不一定是在演戏或是在欺骗，只是他们当下可能就是那个激动的情绪控制不住就可能爆发出来的。那你不喜欢这样的话，你可以很温和的跟他们讲说，我知道了，我懂你现在有多开心或多难过。就是让他知道你有收到了。他就会慢慢的冷静下来，就说你知道吧，你知道我多开心，你知道我看到那个长得像权志龙的人有多开心你就可以很冷静的跟他讲，我知道你一定很开心。让他知道有人收到。那他们就不需要抓马那么久因为被看见了嘛，就被这个理解到了他们就可以后面的戏可以不用演了因为观众已经收到了。好，那希望呢透过今天这一集大家可以对狮子座的这个drama浮夸有另外一个角度的看法。好，那如果各位呢想要多了解一些跟占星相关的课程的话，那这边呢有即将开课的一堂线上课线上的5堂线上课，9月4号开始呢我在这个牧尘占星私塾呢会有一堂课叫灵魂节奏与回响。那在这堂课呢，我们要讲的呢就是关于星盘上的南北焦点、月相以及日月食。所以如果你对于你的灵魂课题，或者是你想要知道为什么你今生的星盘是长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你有一些好奇想要探讨南北焦点的话，那欢迎你加入我们。你可以来听听这一场为期5周的线上讲座。那课程的细节呢，也欢迎到这个右上角的牧尘占星私塾的这个 QR code， 你可以扫描，或者是搜寻牧尘占星私塾的官网大家可以去看更多。那也期待有机会我们可以在线上见咯。好，那明天是狮子座的最后一场直播，所以我们同一个时间9点明天晚上见了，拜拜，各位晚安，谢谢大家。